你知唔知道一間美國嘅上市公司單憑話宣布採用 AI，佢嘅股價就喺一日之內翻倍呢？其實情況就好似喺香港話開一間茶餐廳，話用 AI 去沖完美嘅奶茶，同埋用 AI 去焗菠蘿包，就算未開張，就算未賺到錢，都已經可以引嚟無數嘅投資者用巨額嘅資金嚟去投資。你認為呢個係咪過於瘋狂呢？而 AI 又係咪處於泡沫嘅階段呢？更重要嘅就係，如果泡沫破裂咗嘅話，對你嘅生活又有啲咩衝擊呢？今集就同大家一齊拆解。等我哋先睇下歷史先啦。喺1990年代尾，喺當時互聯網一樣嘢仲係非常嶄新嘅嘢，有好多啱啱初創嘅企業根本上仲未賺到錢，但係卻可以引嚟無數嘅資金瘋狂湧入。原因在於當時嘅市場對於互聯網呢個顛覆性嘅技術非常之樂觀，但係當時其實好多企業根本上缺乏一個可以持續嘅賺錢模式，導致到佢哋燒錢嘅速率驚人。喺當時，例如有間公司叫做 Pets.com， 佢係一間線上寵物用品嘅平台，佢係因為有可愛嘅動物廣告而聞名，但係之後卻因為物流嘅成本高企，短短喺9個月一年都冇就燒晒巨額嘅資金而倒閉。另一個例子叫做 Webvan， 佢係一間網上家居用品嘅銷售平台，佢計劃喺全美國進行銷售，但係最後因為擴張得太快，導致到資金耗盡，喺2001年宣布破產。呢啲例子都凸顯喺投機泡沫之下缺乏實質盈利模式嘅後果。而去到而家 AI 唔單止係泡沫，呢個泡沫仲非常之嚴峻。單係2025年上半年 AI 初創嘅企業吸納咗巨額嘅風險投資，呢頭半年嘅總額已經逼近係科網股 .com 泡沫全盛時期嘅全年水平，而且投資係極度集中。大科技嘅巨頭例如 Amazon、Google、Microsoft 全部都喺 AI 方面投入巨額嘅資本。而講到呢度，當然唔少得就係 OpenAI 啦。OpenAI 係 ChatGPT 嘅母公司，佢至今1蚊都未賺到，但係佢嘅估值係高達3000億美金。3000億美金有幾多呢？如果將呢筆錢分俾每一個香港人，每個人可以獲得嘅係有30萬港紙，係30萬港紙。你覺得係咪太過瘋狂呢？其實就好似一班無盡 FF， 即係無盡瘋狂嘅人啊，佢哋集體一齊推升一個 AI 嘅概念。而泡沫嘅最大特點就係充滿住瘋狂嘅情緒。瘋狂嘅情緒之下，大家唔睇內涵，淨係睇名，呢個就係標籤效應。喺2000年科網泡沫嘅時代，只要間公司喺個名後邊加 .com， 佢嘅股價平均就可以上漲超過70%。係啊，冇錯啊，淨係改名啫，冇需要任何業務嘅轉型，淨係改名就已經可以吸引到資金湧入啦。其實而家係極度類似嘅，逢親一提到 AI， 成個市場就好似食咗藥咁樣，非常之 high。科技公司只要喺業績會入邊提及 AI， 佢嘅股價平均就可以上漲超過1成。其實就好似一間 coffee shop， 佢話用 AI 可以沖到完美嘅咖啡，就係因為單單係咁樣，就有無數嘅顧客嚟去排隊，無數嘅投資者去投資。就好似一間網絡媒體公司 BuzzFeed， 佢宣布同 OpenAI 整合，佢嘅股價當日即刻翻倍。單單話用 AI 就可以有無數投資者湧入，咁仲使乜做實事呢？喺呢個泡沫之下，好多人都知道係泡沫，但係大家都希望能夠喺泡沫爆破之前可以賺到錢。但係重點就係人類從歷史當中學到嘅唯一教訓，就係人類從來唔會喺歷史當中吸取任何教訓。喺2000年，科網股泡沫破裂，美國科技指數 Nasdaq 暴跌8成，係8成，剩翻得1/5，無數嘅公司市值一夜蒸發，無數去 sell 互聯網概念嘅公司一夜之間倒閉。呢個就好似一場市場嘅大火，燒毀咗無數淨係賣概念嘅企業。但係咪燒晒呢？唔係喎，當時嘅幸存者，例如 Amazon、Google， 佢哋蛻變成為咗行業嘅霸主。所以可以講泡沫破裂就好似一場森林大火，佢清除咗冇實力嘅玩家，為到真正有實力嘅騰出空間。而當時泡沫嘅主角互聯網並冇消失，反而加速成熟。喺互聯網爆破之後，成個全球經濟經歷咗2次大戰之後最長嘅擴張週期。可以講泡沫係會帶嚟短期嘅陣痛，但係卻係行業重生嘅催化。基於頭先講嘅歷史，我會預測 AI 泡沫嘅破裂將會係非常之慘烈。但係我希望呢個泡沫能夠盡快破裂，盡快爆破，因為泡沫嘅爆破可以盡快清走淨係賣概念嘅空殼公司，能夠將成個社會嘅資本集中喺核心有實力嘅公司上面。情況就好似喺屋企入邊做個大掃除，掉走晒啲垃圾，騰出空間去擺有用嘅嘢。咁睇到嚟呢度，可能你會好奇咁問：呢個泡沫幾時會破裂呢？我都好想知，我唔係先知，但係喺我所看見的未來，喺泡沫破裂之前會出現一個關鍵嘅信號，呢個就係最後緊急逃生出口。而呢個會係乜嘢嘅信號？
喺度先賣個關子，揾另一集再同大家慢慢詳細講。歡迎大家 like 同 subscribe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